美日韩呢在朝鲜半岛地区联合进行军演，这核潜艇航母是齐上阵了，导致局势是再度紧张。我们中国海军呢就派出了情报侦测舰进行了监视，美军呢看到这个情况就紧急改变演习计划。欢迎来到张明观察。不久前里根号航母战斗群驶入了釜山，和日韩一道在半岛周边展开系列的军演，其中的一个重头戏就是他们三方进行海上联合反潜演习。美国的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安娜波利斯号，就是那个 SSN-760，它将扮演一艘朝鲜的潜艇要去发射这个潜射的弹道导弹，扮演这么一个朝鲜潜艇这个靶子。那么美日韩的三国的海上力量呢，将协同追击猎杀。就在演习开始之前呢，一艘中国海军电子侦察舰靠近演习区，这三方急忙是大幅就调整了演习计划，并且取消了当时在这个区域的联合反潜演习。美日韩三方都没有及时通报演习的这个情况，也没有通报这个事情。演习结束之后呢，美国航母已经都走了，都开得很远了，到了菲律宾海域那边之后呢，他们才开始放出这个消息。同时他们还刻意强调了说，中国这个电子侦察舰到这个地方来了，紧着盯着我们。那说起来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一个有意的操作。那么我们来注意几点这第一，你看这个美日韩的联合军演，表面上说是针对朝鲜，但实际上呢，他们就是想通过扰动这个半岛地区的形势呢，在试探和牵制中俄，想造成这种压制性的政治和军事上的事态。美日韩三家要说起来，那也是各自心里打着自己的这个算盘。韩国当然他想借助美国的能力来对抗一下朝鲜，但是呢，对日本呢介入这个半岛地区呢，他可真是有点引狼入室的这个忌讳。日本呢，其实他骨子里他并不担心朝鲜对他有什么直接的威胁，但是呢，能够借这个机会加强和美国的军事联系，那这是一件好事儿。美国当然是希望能够把这两家给整合到一起可惜这不太容易做到。第二，美日韩呢在我们周边搞这么大的规模的演习，显然那不是说是针对朝鲜，因为这种演习规模和这么大的阵势远超过了所谓要应对朝鲜威胁的这个程度。因此呢，我们派出这个侦察舰去监视这个事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一个必要的要去做的，而且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是吧？这是一种我们非常克制但又有足够有力度的一种回应。第三，咱们回到军事角度上来看美日韩紧急去改变这个计划，取消当时这个联合反潜演习呢，更担心的呢是我们解放军能够掌握这个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的数据，尤其是它的这个声纹数据。因为每一艘潜艇它的声纹特征就这个声纹数据它其实就跟我们人的这个指纹是一样的，它是独特的。你要掌握了它这一套东西，以后就非常好识别呢。但同时呢，其实美日韩三国，特别是美国，也更担心暴露他们反潜作战的战术细节和水平，这些都是一手的机密这个现场监视他们怎么开展这个反潜演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比知道一些潜艇的这些数据更要重要。其实要说起来大家手里边有什么东西是怎么一个样子彼此也都清楚。最关键的是是要看他们怎么用这些东西，用到什么水平。美国在半岛地区呢制造这种紧张的趋势，是对俄罗斯进行这个东西双向进行牵制的一部分，同时呢也是在要扰乱这个台海的局势。半岛局势变化的背后，实际上暗藏着更深层次的交锋。